海洋占地球面积70%，美丽湛蓝的蓝色世界开启了科学家的想象。当海与天相连，海水与空气交汇处，蕴藏着许多科学的奥秘，引领他不断地追寻探索。他将一生的热情奉献给这片土地。2014年10月，台湾最大的海洋研究船海研5号从台南安平港出发，预计在台湾海域进行为期1周的深测研究。海研5号研究船是台湾第一艘2700吨级海洋研究船，提供尖端先进的仪器设备，可让航行的海域更远，采集研究范围更深更广。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其实是会从台南安平港出发，然后沿着澎湖的东侧一直北上，然后最后会在马祖到澎嘉屿之间来进行一些那个采样的动作。那个传奇就是许博士他主导的一个研究计划，所以他就是那个传奇的 leader。那也就是在这一次的研究计划中，算是搭上他们的顺风船，然后跟着一起出去做研究。那也是在那一次第一次见到许博士。这次海研5号出海任务参与的阵容庞大，由中研院、海洋大学、成功大学、台风洪水研究中心等组成探测团队。我们刚出海的时候其实是没什么感觉的，风平浪静的。但其实过了2-3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开始感受到所谓黑水沟的压力了。在10月10号那一天就得知说因为天候状况很不好，所以决定就是要返回先避难。这厕所怎么会这么动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什么会动？到4点多5点多吧，然后我们在房间里面就听到了船有去摩擦到东西，发出一个很剧烈的声音。去过就觉得怪怪的，好，先去驾驶舱看一下状况。然后去到驾驶舱就发现那个里面的警报灯一直在响，那警铃也在响，然后就看着船长、船员全部都很紧张，然后还看到船长在打卫星电话开始求援。后来就马上也就听到船长的广播，他就请大家就穿好救生衣，然后到后甲板去接。我们在后甲板，然后后面又开始吃水，那个船长就开始下指示，请人员移动到前舷。中间的过程，除了徐老师在帮忙大家做这些动作之外，他也不断的透过手机去联系各个不同的单位去做求救的动作。他也没有说一个人就要赶快先往上爬再说，他也是在那边帮着大家拉一把。大概过了40到50分钟左右，那个海鸥直升机就从台湾本岛就飞过来了，开始进行所谓第一次的那个救援任务嘛。那时候船真的状况不好，风浪大，直升机有试着放那个吊笼下来，但是没有人上不去。最后大家都聚集在左侧的船舷跟那个前甲板这里了，因为那时候其实船已经倾斜的蛮严重了，那种恐慌的气氛就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开始入夜了。本体已经抵达现场，海象大概11到12级，完全无法接驳，
上高至少10米。海巡的船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已经在我们四周了。对，那其实我们心里想的是说，都已经到周围了，怎么还不赶快就是开近一点，然后来尝试做一些动作？就旁边有一个船上的3副嘛，就想说那个没办法靠近，因为船太多，船比较大又在晃，海巡船比较小，他如果靠过来不小心被撞到，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会出事。那我们算很幸运的，就是浪进来跟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撞到那个船板或者是栏杆。如果撞到，我们可能手或什么都会有骨折。我们大家都没力了啦，那最后也是靠海巡的弟兄把网子往上拉。对，那上船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我们也算是前面就比较前面被救上来。他船上旁边都有那种那个网子啊什么的，可以把人带上去。我运气比较好啦，网子一碰到我就直接一拉，我就自己翻上船了。船艇的小队长跳过去救生艇，正在救人。其实我们被救上来之后，其实每个人都一样。上来问的第一句话是说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现在救援状况是怎样。就大家虽然还不是很熟，因为各个单位其实都还没开始进行作业，大家都还不认识，对，但是大家都很为对方关心啦。那时候其实从船上听到，就陆续的接收到一些消息来，就知道说有一个已经是确定罹难，那另外一个是年纪比较大的男生，对，是还在持续的那个抢救中。身为领队的许世杰，在船身倾斜时，弓绳挡住不让学员掉海。他竭尽所能，顾及船上人员的安危，自己却不幸罹难，在船难中英勇早逝。对于船难中舍身救人的许世杰，许多民众并不了解他，但对中研院的同事都知道，他总是每日一早搭着公车抵达中研院办公室，认真地研究大气微量元素的项目。电脑萤幕上是密密麻麻的研究数据和分析图，就如同他这一生的命运起起伏伏。许世杰出生于高雄，他的父亲是海军，但是在他童年时就过世。母亲一肩扛起责任，带着3个孩子举家回到高雄鹿竹区的娘家。父亲他在55岁嘛，所以弟弟其实才4岁，那妹妹也才3岁。那在那时候，那个父亲过世，所以妈妈就一个人带3个小孩。其实，在那个时代，就是一个这样子不识字的妇女这样子带了3个小孩是非常辛苦，因为就是没有任何专长，所以那个时代大概就只能去田里工作。在40多年前的农业时代，鹿竹乡是蔺草的栽种产区。过去这里到处可以看到翠绿的蔺草田，村里的居民大多以务农为生，不论大人小孩，每天都要去田里工作，有做才有饭吃。因为蔺草的收成就是有分，就是采收割下来之后的分类，然后还有就是劈成瓣，再经过那个曝晒嘛。小孩子可以做的部分，大概就是可以劈成瓣这一个部分。其实清晨一起来，我们就直接到田里工作了。那就是做到上课的时间，赶快就是再回来，下课之后就又再过去。太阳下山之后，开始就是蚊子多了，视线也模糊了，其实几乎都看不到。我们还继续点的蚊灯上继续做，都可以做到非常非常晚。
对，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那种怨言或者是辛苦，就觉得就是一定要做就对了，因为做才有饭吃。这个方面，这个力。对啊，我小东西没有。听话啦。艰辛的成长环境，磨练出许世杰坚毅的性格，也敦促他更加自动自发，努力学习。从国小开始，其实我跟妹妹都是每天都要妈妈教的那一种。那她不一样，她从开始念书以后，我发现我都觉得她怎么可以这样？她每天都是自动起床的，没有一天是妈妈去教她的。许世杰从小就十分自律，学校成绩表现出色，从不需要家人操心。许世杰的妹妹回忆说，许世杰的功课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从小他就很崇拜哥哥。小时候如果寒暑假老师都会派那个作文，因为我作文能力不好啊，对，语文能力不好，所以每次都要哥哥来教我、指导我，我才会把那个作文完成。对，然后像哥哥平常的话，都会那个有空就会练习写字啊，写毛笔字。因为我写的比较丑，不是很端正，所以哥哥就是会跟我讲说，女孩子啊，写字啊要端正一点，所以就会要求我一定要常练习。在成长过程中，许世杰的母亲身兼父职，对孩子的管教十分严厉，而母亲的教诲是三姐弟一生待人处事的原则。同学当然有时候也会调皮啊，就骂你啊，就没有父亲的小孩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也曾经这样子，回家就问啊，为什么我没有父亲？为什么是我没有父亲？对啊，所以其实那种感觉，妈妈她非常严厉。其实我们都心里好像感觉上从小就有那种感觉，觉得说，其实妈妈是辛苦的，所以她在处罚我们的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很少那一种所谓是什么大哭。我印象中大概就是掉掉眼泪就算了。对，躲到墙角去掉的眼泪。高中时期的许世杰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但在大学联考时却不幸落榜。在母亲鼓励下，重拾书本，再次准备。重考那段时期，常常透过日记抒发自己的心情。泛黄的日记簿收藏着年少岁月的故事，有对自己的期许，以及对母亲的感念之情。早上还睡意尚浓的时候，听到了洗衣服的声音，我知道那是妈在洗我昨晚换下的衣服，我心痛了。我竟如此不孝，让妈一大早为我忙，我茫然了。看见妈是那样的辛劳，我定要明年考个理想的学府，叫妈分享我的成就。最近几天是诺贝尔奖公布得主的日子。对当时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努力读书才有机会脱离贫苦，出人头地。他不断地自我鞭策，挑灯夜读。后来如愿考上文化大学海洋系地质组，毕业后更考取台大海洋研究所，攻读硕博士学位。许世杰考上博士是当时村里的大事，而他在学业上的优异表现，也成为家人的骄傲。南台湾的阳光温暖地照着大地，车子行驶在高雄路竹的乡间道路上，放眼望去是一大片的余温。
过去的令草田后来大多改成了渔温。正在渔温工作的孙永祥是许世杰的表弟，两人从小一起玩耍，一起长大，感情比家人还亲。国中、高中那个阶段，我们大部分都是去钓鱼啦。我记得，就是我经常假日就会带机车带着他，就去那个渔温旁边的那种灌溉的沟渠啊，去那边找那个鱼钓。啊，他在那边钓鱼，啊，我就在旁边抓那个螃蟹。他一个人可以在那边做个1天都没有关系啊，晒个满脸通红的哦都没关系。啊，我就觉得坐不住啊，我就喜欢下水抓鱼啊，摸鱼，然后抓螃蟹啊。长大之后，两兄弟的感情依旧。只要放假一有空，许世杰常南下回到鹿竹老家，帮忙渔温的工作。他精力充足呢。他虽然看起来是比较文静，但是做事情他是比较有冲劲的，拼劲十足。做任何事都是这样子。我们小时候种令草，他也是一样啊。虽然读书啊，你看他这样白白净净，他是一样还要是下去。拿着大镰刀啊，这样收成啊什么的啊，养鱼像分鱼苗啊，他也是一样要下去。我记得有一次被鲶鱼那种蛰到手啊，要受伤啊，叫他去给医院打个针啊，他都不要，很牛啊，他个性有点倔强吧。2004年。许世杰台大海洋研究所博士班毕业后，便进入中央研究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工作。正值草创期的研究中心，积极招募在环境领域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人才。刘少成院士是当时的研究中心主任，十分看好许世杰在海洋领域的专长，于是将他延揽进来。这个是我们中心可能还没有正式成立的前，就说已经是，因为2004年我们才成立嘛，这个可能是2003还是2004的初期，我看哈，我们大部分人在这个中心研究的都是跟大气有关的，大气污染气候变化。大气的传输，可是许博士呢，他是从海洋所毕业的，他对海洋有比较深的认识，所以他很多的研究都是跟海洋有关。那这个是让我们这个中心能够把大气的跟海洋的研究，把它做这种跨领域的结合，这个是。非常重要。所谓大气与海洋的海气交换，是海洋与大气彼此间热与物质的交换，以及互相影响的复杂过程。因为受到降雨与太阳辐射以及海水表面温度的影响，空气会溶解在海水中，同时海水物质也会跑到大气中。热与大气物质也会在这两个流体之间彼此交换，其中大气中的悬浮粒子以及微量元素溶解于海水之后，将对海水里的浮游生物产生什么变化？最后又如何影响海洋动植物及人类？是许世杰多年以来研究的课题。这其中包含了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洋流现象等多面向的科学知识。许世杰大学时，受文化大学海洋系师长的启蒙，使得他对海洋科学充满浓厚的兴趣，经常搭乘研究船到东海、南海采集悬浮微粒样本，
并在台湾大学硕博士的研究论文都是以海洋的大气悬浮物之微量元素为主题。当时海洋大学教授陈宏瑜也曾和许世杰共同合作，两人时常有学术的交流与互助。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林斐然教授在彭佳屿，就是台湾北部的彭佳屿离岛，他设有一个悬浮微粒的空气采样站。那时候我也刚到海洋大学，然后那时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许博士刚退伍没多久，然后后来就是在林斐然老师的这个帮忙下，那我们3个人就共同来这个维护这个测站。另外再来就是主要是之后呢，我们2个都加入了在科技部，当时是国科会，它有一个整合型的计划，叫做东海的长期观测。那我们2个当初都是这个计划的子计划的负责人，大概有将近10年的时间。长期进行海洋性悬浮微粒的研究，许世杰更进一步研究分析大气悬浮微粒与海洋水汽交互作用之后，其中的微量元素如铁元素对海洋营养盐的补充，这正是国内外学者争相研究的重点。许博士他主要的研究专长是在悬浮微粒，就是大气悬浮微粒的重金属。那这些金属呢，附着在这些悬浮颗粒上面，然后沉降到海里面呢，它就变成了这些浮游性植物或者是浮游性动物的类似营养盐的一个元素。这个既然是营养盐，那就有可能会使得这个地方的藻类或者是浮游植物有一个大量繁殖的机会。微量元素在水体里面，它增加了很多的话，浓度变高的话，会造成水体的这个所谓的优氧化。那我们常常听到什么那个蓝藻啊，非常多的那个微生物的聚集啊，有时候都是因为这种营养盐，也就是说微量的营养盐过多。近几年来，台湾的空污问题越来越严重，时常听到 PM2.5 又超标的消息，令人闻之色变。工厂的燃料排放、大量的汽机车废气污染，使得空气中弥漫着大大小小的悬浮微粒，成为隐形的健康杀手。许世杰在多年前也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位于闽江口，有如一颗海上明珠的金门。每到冬天，这里的天空经常是灰蒙蒙一片，而这样的景象是当地金门人每天都得面对的无奈。快接近冬天的时候，北风只要来的时候，就会把一些污染的空气带到金门来，所以在每年的12月过后，其实金门早上起来就一片雾雾的。那过去大家以为它是雾，其实它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霾害。早上起来喉咙好像也会觉得很干呐，天空就觉得雾雾的，没有像以前的这样晴空万里这样子。2007年，许世杰和研究团队深入金门长期观测，试图破解这里漫天飞尘的现象。结果发现，金门空气中许多重金属成分，包括铅、砷的浓度偏高，情况令人忧心。而空气污染源可能来自于福建沿海地区陶瓷工厂所排放的物质。这个研究结果在当时引起媒体的大幅报道和重视。黄义堂是许世杰的研究助理，多年前跟着许世杰一起到金门跟厦门做当地空污的研究。我们从我们做出来的分析，
然后配合一些过去文献的资料，发现说这些东西都是从大陆过来的。对，所以我们后续许国其实还有跟厦门大学的老师合作，我们还跑到厦门当地去做采样，跑了好几个点，然后也有在厦门那边放采样器做观测。对，因为你做了那个化学成分分析之后，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是从哪个工厂、哪个工业所排放的。透过空气悬浮微粒的金属成分分析，可以进一步追踪污染物的来源。2010年3月，一波强烈的沙尘暴来袭，对台湾影响很大。许世杰研究分析，这一波沙尘暴的成分来源有一大部分是从非洲地区而来。它就像是福尔摩斯般，总是能从密密麻麻的研究数据资料中找出其中的问题根源。事实上，在那个时间点，北非或者是阿拉伯半岛有很多的沙尘暴的这种发生，但是呢，相对应的，在中国大陆并没有沙尘暴发生。那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大胆的一个推论，这些鹿林山所看到的这种沙尘呢，并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那我们再进一步，再从卫星的光达的资料结果，或者是我们的数值模式的分析结果，都显示，的确从北非或者是中东这一带的这种沙尘，在这个时间点受西风的这种影响，可以把这里的那个沙尘颗粒往台湾鹿林山这个位置呢来传输。许世杰是中研院微量元素实验室的主持人，他带领实验室研究人员针对空气悬浮微粒中的微量元素进行研究分析。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微量元素无所不在，它在空气中、土壤里，更隐身在河川、海水中。它在环境中的比例十分微小，却是滋养万物的重要元素。另外，微量元素也包含了一般常见的重金属成分，如铅、锌、汞、铁等，一旦浓度过高，也会影响人们的健康。微量元素对人体的伤害力其实有相当多，主要是归纳在哪一方面呢？就是说重金属比如说重金属包括很多重金属我们大家最常听到的是好比汞这个东西对人体伤害非常大。铅，从前汽油含很多铅，当然现在的汽油铅很少了，所以大家不大担心那个铬铬是砷也是重金属之一了。为了探测空气悬浮微粒的微量元素成分和浓度，许世杰和微量元素实验室的成员经常各地采集悬浮微粒的样本，上山下海追踪记录，足迹踏遍了台湾本岛和离岛各地。有时随着任务出海采集液态样本，有时搜集陆地上的样本。那我们拿一张铁封滤纸，我们把它放到采样器上面去之后，开启它的马达，那等于说把空气里面这些颗粒过滤掉，把颗粒留在滤纸上。对，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颗粒拿回实验室做后端的化学成分的分析。对于样本的采集，许世杰要求十分严谨，每个样本经过多次采集比对才会正式采用。我们其实从研究发现，那个刚开始下雨的前几分钟因为它会把我们空气里面的这些颗粒、脏东西或者是其他东西全部洗下来。对，所以如果你 miss 掉了第一滴或者是前面几分钟的话，你后面的那个浓度就整个被洗下来，降低很多。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跟我讲说，他有时候就是可能是半夜才发生才下雨的嘛。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在实验室，我在实验室，那他会在家里。对，我们各自拿一套设备，然后我们就是在那边等。他可能有我们看那个天气预报说大概什么时候会下雨。举的样本是哪一批？是高雄的样本。
高雄的样本。从各地采集回来的样本带回实验室之后，必须经过特别处理，每一个步骤都不能轻忽。再透过实验分析来了解空气悬浮微粒的组成与影响。摆这些消化瓶的时候啊，要记得要把它对称好。因为没有对称好的话，在微波消化器里面，它容易那个消化的不完全，也会容易有危险。对于实验数据，许世杰不但要求准确，而且精益求精。每一笔数据资料都会反复操作确认。许多合作伙伴对于他在研究数据的分析能力印象十分深刻。许博士在科学研究上面所具备的特质，就是对于这个自然科学的一个热情之外，还有他在研究上面也非常严谨。另外呢，他对于数据的敏感度也非常的高尤其呢，对于一些像我们在做长期观测的，常常需要经年累月很长一段时间的数据累积我们才能够去想到说，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许博士呢，常常能够在有限的数据之下就能够预先的研判说到底这个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正在坪林北势溪采样的黄志川，多年前是许世杰中研院的同事。由于两人时常在研究室交换研究心得，后来也成为莫逆之交。他对于许世杰实验室的数据资料十分佩服与赞叹。那个也变得比较简了。世杰他做实验已经到达了完美的挑剔这个境界了。完美的挑剔这个境界，这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有时候机器呢，其实我们这种精密机器，有时候它的稳定性不是很好，它可能会受到温度的影响。所以许世杰他在做研究的时候呢，他就特别考虑这些事情。第一，他的实验室是要恒温的，这大家都做得到。除了恒温之外，他还怕外部环境会有影响，所以呢，他的实验往往是早上会做，晚上会做，半夜会做。把得到的数字呢，去把它 ensemble 起来，得到一个命值，让人家非常确定说，真的怎么量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他在量这些所谓的衡量金属元素的时候，大家在比的是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很少量的金属元素，大家在比的是你可以量到小数点第几位啊？你如果有办法从小数点第2位推到小数点第3位，那不得了。但是他就是有办法把它的精确度控制在比人家更高，将近快1个 order 以上，1个 order 是10倍就是小数位数就可以推进10倍。这样的。上次更换了瓶子，还有一些韧体部。由于许世杰的这种严谨务实、近乎苛求的工作态度，他与研究团队所提出的许多数据资料非常具有公信力，而且也受到国际学术单位的肯定与重视。实验室研究助理都说他是出了名的工作狂，就连吃午饭也不浪费时间，因为饭后是实验室每天的例行会议。到他们那里上，所以预计我们是8点半出门，还是什么时候？他吃饭速度非常快，连我们那个刚退伍的都比不上他。对，我们可能才吃完一半而已，他已经吃完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买便当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买鱼，因为鱼让他可以吃慢一点。要不然你买那个排骨的话，他就吃完了，吃完他就会开始跟你讨论工作的事情嘛。对啊，那我们还没吃完，压力会比较大。对。那拿到这个样本之后，我们会先做一个粒径，先把它筛选用64麦孔的这个粒径大小去把它分成2个。许世杰对研究充满热情，脑子源源不绝地涌现各种创意想法。每当有新的想法出现时，他总是热切地与人分享。我们就会进一步去做一些化学分析，那做一些尤其是每次经过他办公室，我总是觉得他非常聚精会神地在看他的荧幕。好，当然我那时候觉得，他是不是在看什么有趣的东西？但每次走过去一看，其实不是，他看的是密密麻麻的数据，还有其实我也看不懂的一些图谱。
那当然，这时候呢，看到我走过去，他就会非常开心的说：“哎，凯茜，你过来看一下，你知道吗？这里面代表的结果是我们过去没有解开的一个谜底啊。”当然呢，那时候呢，其实我还是看不太懂，但是看他这么开心的样子呢，我当然很想过去跟他分享一下。他平常讲话，他就这样温温的讲。他如果专心听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眼睛在瞪着你，然后好像很凶，很专心听你讲话。但他如果想到了一个研究课题在跟你讲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眼睛都在笑。像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大概是晚上8、9点的时候，就接到他的电话，他那时候在干嘛？他那时候在洗澡，洗完澡他就跟我讲说：“哎，我想到一个东西，你有没有看过那一篇 paper？ 如果人家这篇 paper 这样讲，我们在这边又看到不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那其实搞不好有新的一番解释。”他在洗澡的时候都在这样想的事情。科学家表面上看起来或许像一般人一样，但是其实他们有时候只要听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议题，那种疯狂的感觉呢就会出现。那这在世杰身上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那种澎湃热情，然后很激动的那种感觉。他的研究热情，他可以每天规律持续。一直持续，每天平均10个小时，10到12个小时，每天持续，他就是这样可以一直做下去，他完全不会累，就是非常坚毅、持续、认真，一直做。那没有一股很大的热情，或者是他对他自己的人生没有一个很大的目标的追求，没有人有办法做到这个地步的。这一点是非常特别的。小时候喜欢钓鱼，长大之后也成为许世杰假日的娱乐。喜欢和3、5好友到溪边或海边垂钓，或许是喜欢在岸边沉思，也或许他正在观察周遭的空气变化。有时让自己放空，享受宁静悠闲的午后时光。和许世杰是研究伙伴，也是钓鱼同好的黄志川说，从钓鱼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一般来讲，钓鱼的人他是怎么样？一般看到浮标沉下去之后，他把鱼拉起来，他知道中鱼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是在享受那个遛鱼的过程，因为你可以跟鱼透过那一只鱼竿的抖动跟它的拉力，知道鱼的大小，知道鱼的活力的状况，然后如果鱼的速度是很快，有时候像虱目鱼或乌鱼，它们游的速度很快的时候，甚至那个鱼线都会发出声音，那时候其实是钓鱼的人是蛮enjoy那个过程，有时候一拉就要拉个5分钟、10分钟。但这家伙他钓鱼不是，他钓鱼是非常有效率的，就看到浮标沉下去，不管小鱼或大鱼，他都是全力以赴，他就直接要想办法很快的速度，他就要把它拉起来。有好几次都是怎么样？有好几次他就说中鱼了啊，他就叫一声啊，中鱼了，一拉，结果因为鱼太小啊，鱼有时候只有这么小，整只鱼竿都飞上去了，那真是个很没有美感的过程。王胜惠是许世杰多年同事，他认为许世杰在工作上认真严谨，自我要求高，但私底下则是非常真诚、温暖的人。徐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我们隔壁的隔壁，所以我们出来倒个茶水啊，上厕所，其实都蛮有机会遇到老师，跟老师打到照面这样子。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蛮温暖的老师，因为我每次在走廊上遇到他，他就会点个头啊，微笑啊，这样子。就像我晚上留比较晚，他也会问说：“哎，最近你留比较晚哦，那工作上是怎么比较忙吗？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给我们就是很大的鼓励，对我们行政人员来讲，这就是很大的鼓励。一个努力的科学家，常有许多趣事流传在同事间。许世杰即使放假全家出游，也常常观察起周围空气污染物的状况。一回家就会拿起工具，把挡风玻璃的堆积物刮下，带到实验室化验。因为担心他容易分心想工作的事，所以家人出游时，
大多是许太太开车。有一次啊，就是他们到宜兰去玩，就说那一天有那个污染物飘到了宜兰，就那个沙尘暴的那个污染物，就把整个那个车的那个前面的挡风板嘛，就整个都是那个落尘就对了，然后就是灰灰的，然后挡住视线。那师母要用雨刷把它刷掉，然后徐老师就说：“你不要刷，你不要刷，这些都是要带回去分析的东西。”然后师母就头很痛，她想说这样子怎么开车？但是就是徐老师的要求，他就照办，然后就这样子把宜兰的污染物，然后带回来，然后进实验室去做分析，这样子。他真的是一个生活简单到穷极无聊的人。他每天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乎都是一样。我也常常跟他讲，就是说，你能不能就是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然后尤其是多花一些时间在家人身上。那事实上呢，在后来的那几年呢，他一定有慢慢在改变，我有感觉到。像他在后面那几年呢，他有跟着太太还有恩情，带着他们一起到澳洲，一起到北海道的札幌，就是渐渐的规划越来越多。家人的温暖支持是许世杰不断前进的动力。2014年3月，许世杰正式晋升为研究员，是他研究生涯的新突破。10多年来，他陆续发表77篇期刊论文，内容质量俱佳，横跨大气与海洋科学领域的专业背景，让许世杰有不同的视野。他研究的范围串联了陆地、海洋和天空，他在学术领域逐渐发光发热。它是我们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几乎是每年研究成果的前列的人物就是说经常是在前3名之内，他的研究的结果。那他在海洋方面对我们台湾整个的台湾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许世杰他基本上是一个台湾本土培养的博士。台湾的学术界相对性来讲是小的，台湾的本土博士毕业之后要找工作相对来讲是困难的，相对于留洋的他们有国外的大佬支持，其实他是困难的，所以往往他就必须花2倍或3倍的努力。然后呢，因为可能有一些语言上的隔阂，导致于出国去开研讨会的时候呢，又会让他吃一点亏。但是也因为这样，其实他反而是越发认真了。他的研究甚至可以得到很多国外学者的认可，自己来写信跟他合作。近年来，学术界纷纷看重许世杰的相关研究，许多大气与海洋科学的研究案都会力邀许世杰参加。2014年10月10日，正当全国在欢度国庆时，各大媒体却传来许世杰不幸的消息。完全无法接驳。还开放国庆年假的时候，我国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研究船难。有45人的海研5号，昨天傍晚5点左右，在澎湖的龙门外海，因为触礁失去动力沉船，把所有的陆海人员救出。但遗憾的是，还是有2名队员不幸罹难。研究员许世杰和海洋调查人员林怡君不幸罹难。目前在正船首。身为领队的许世杰，在船身倾斜时，弓针挡住不让学员掉海。他竭尽所能，顾及船上人员的安危，自己却不幸罹难，在船难中英勇早逝。私人医院典范长存，对于一生热爱海洋科学的学者，却在研究的海上不幸罹难，
对于他的师长、亲友以及后辈，都有无限的怀念与感叹。师姐，你离开已经3年多了，回想起来，我其实还是很痛。这一生有缘和你成为家人，其实我很感恩，也以你为荣，让我感到很骄傲。他在海洋界，他有一个领导的作用。他是一个生力军，是一个非常活动力非常强的一个力量。那他的过世，对我们海洋方面的，尤其海洋化学的研究，是一个这种我认为是无法弥补。国庆日那一天，从14年到现在，确实那一天对我来讲就多了一层意义了。一个好朋友的离开，对，但我觉得他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我觉得他也是中华民国的损失啦，让我们少了一个这么好的人。那对于他的朋友、他的同事、他的家庭来讲，我觉得那个都太沉重了，太沉重了。我也曾经跟他说过，好，我希望能把他带坏一下，让他生活能稍微多彩多姿一点。不过后来没有这个机会。师姐，我很开心这辈子能有你这个这么真诚的朋友。我也很希望下辈子呢，我们能再见面，让我有机会能带坏你。众人关注海研5号失事之后，为了延续对海洋的研究以及培育海洋科技人才，科技部积极筹建更安全的海洋研究船“力进号”，并在2018年5月23号正式启用。有新的研究船诞生，可以支持更多不同的海洋研究计划。也相信将有更多的科学家投入海洋科学的研究，对台湾的海洋环境教育与科学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